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那么今天父亲节啊，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郭正亮委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李彦秀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中国大陆说5年之内呢会建成8个海外的海军基地。因为美国在海外海军基地很多，各种基地其实都很多啦。菲律宾它以前有克拉克基地啦，苏比克湾那边有基地啦，南海有基地啦，日本有基地啦，琉球有基地啦，到处德国、欧洲一堆都是基地。那中国大陆以前比较少了，它光自己发展都来不及了，慢慢的，它也在海外要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基地哈。那而且呢，这个它现有46个国家、78个港口、123个海港项目，总价299亿美元啊！所以呢，它快速的在发展它在海外的各项的海运以及基地哈。那这个说，他们的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报告说，共军的经费跟后勤是难应付的，要有这么多基地要花很多钱呢。美国在军事方面，在海外方面花非常多的钱哦。美国花到你看国内的建设都很落后，机场很落后，高速公路很落后，高铁很落后，为什么都花在这个养这些军队的费用哈？那中国也借着"一带一路"呢，要布局拉丁美洲。美国的上将说，北京是亲门踏户，怎么跑到我们拉丁美洲来了？那一个美洲干嘛？跑到我们干嘛？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是亲门踏户吗？那美国自己在亚洲在各地不都是亲门踏户吗？别人他就讲亲门踏户哈。那中俄的舰队反包围，在阿拉斯加外海5舰。你看中俄的舰队什么意思哈？就是我们看日本在这里，日本海、沃霍次克海、白令海、阿拉斯卡、加拿大、美国、太平洋、伊留申群岛。所以呢，这个老共跟俄罗斯、中国他们的舰队就这样过来，白令海就等于是就是经过了日本。事实上，俄罗斯跟日本在这边也有一些争议了哈，北方四岛啊等等哈，但是基本上就这边舰队的这个地方那换句话说呢，也靠近美国，阿拉斯加离美国很近的，那对日本也是一个威胁哈，所以呢，讲说美国常常包围我们现在反包围你啊。那另外呢，大陆动75的舰长叫做张美玉，他们很少接受访问，他接受访问，维护统一，拳头要打造优质的战力所以呢。这个为了维护统一的拳头，要打造优质战斗力那另外呢，它这个所谓075两栖突击舰很可怕的它号称夺岛神器，它的甲板就有20座篮球场那么大排水4万吨，长度237公尺，速度20节，就是每小时37公里，武装2套这个海红旗10套防空飞弹然后呢2门这个破防炮系统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机场这个甲板很大可以有30架各式的直升机，35辆两栖突击的战车然后呢2至4艘登陆艇可以在这个甲板上所以被认为是登陆神器。我们看一下。海南舰，中共自主研发的075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又号称攻台利器，能搭载舰载直升机、多型坦克、气垫登陆艇等，在2021年入列。要登陆兵提前10分钟装弹，特别是要保障坦装的火力能够对岸山火力点直接实施打击。中国大陆官媒大秀肌肉，企图心不止台海。美国示警，中共正向海外扩张。虽然在拉丁美洲还没有海外基地，但是利用投资盖港口建设，渗透已经开始。So take the Panama Canal. There's 5 state-owned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ong the Panama Canal. And so what do I worry about is the being able to use it for dual use, not just civilian use, but flip it around and use it for military application. 同时，美国公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向中低收入国提供资金近300亿美元，可能在2到5年内，在8个地点，包含印度洋、太平洋跟非洲，建成海外海军基地，校正美国意味浓。飞弹火炮齐发，澳洲国防部公布的护身军刀军演画面。美澳主导的军演从7月底到8月初，由美国首次海外海军成军，更多达13个国家参与，是历来最多。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军演透露，美国正在改变陆战思维，变成倚重临时基地、快速机动部队，使中国在冲突中丧失空中、海上优势。好，老共在发展这个夺岛神器2栖突击舰，老美也没有闲着，美军部署新的微型潜艇。微型这么不大，不是特别大，微型潜艇干嘛呢？瞄准太平洋地区特种作战，也就是这个区域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当年大家看不起的朱毛匪帮、共匪汉奸，没有想到短短几十年间，全球布局速度相当的惊人，大家没有想到的。你想，当年2次大战完以后，这个战胜的同盟国家中美英法苏，就是组成联合国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主导全球的一切。联合国歌有一句我还会唱就联合国家团结向前，一起招战，一起招展，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才是一起，你们都不是。但没想到没多久，你看中国跟苏联出去了，而且拉帮结派，拉谁？拉以前被欺负的殖民地，就说中非亚非非洲国家到南美，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色，他们是被控制的。那虽然两边的战力还是相当的悬殊啦，但是没有关系悬殊不会打嘛，因为你一打，两边都毁灭了，所以没有人敢打。那小地方的这个斗争还是难免，而且任何一方都会拉这2个大集团来做靠山，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问题是现在你拉帮结派的这些亚非国家数目不少在联合国里头都是一票，那你投票下去，美国赢不了所以很少用投票表决的，所以今天搞到这个局面就是非常不容易解。但是我去想这个问题这个是其实宇宙里头。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千万年来所形成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要安内攘外每一个物种有各种不同的办法，但是人类就晓得说，我们一定最后会结成2个相敌对的达到只有一个赢。这个到了希腊的时候，哲学家就叫修昔底德陷阱嘛。后来你看老毛他们就讲说，没，我们虽然壮大，但是我们不学你这个称霸，他们叫 hegemony， 我们不会 hegemony， 我们也反对1对1的对抗，我们要多元发展嘛。太平洋够大，大家分别游泳嘛，你游到我这里来了，我们这是小孩子玩的地方，浅的地方你也来了，所以但是嘴巴是这样讲，老共的所有的作为，其实老美看来，你是反包围也好。你是在跟我比赛也好，我看到的艰苦，我看到的袂起毛那老公说你袂起毛是很开，你袂起毛叫减不公，叫准备不会改。但是问题是我们被卷进去了。我们是这2个大集团，如果你用2个圆圈的话，我们是这2个大圆圈交集的地方这2个圆是相交的，我们是这个圆中前线的前线。堡垒的堡垒，那我们同时也是左边这个集团里头核心利益的核心，所以你看3个总统候选人，4个吧还是3个，还有所有的大人物，全世界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说台海是兵凶战危，马生也这样讲郭台铭也这样讲侯友宜甚至也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台湾人没有智慧，台湾人应该讲说我们是核心的核心，也是前线的前线。所以呢，我是当事人的当事人，所以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我说，我觉得这样才对。郭委员，他们要不要听我们说？不会不会。那我们至少应该说一说嘛。不可以说，当然可以说说没有用，不说该说了，也没说。侯友宜在日本那个 slogan 不错他说台湾没事，日本就没事是所以他说台湾安定，台湾安全，对了，日本安心山安意思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这样嘛，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想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要不要出兵？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台湾没事，日本没事，美国也没事，全世界都没事。对其实是这样。所以你应该努力去做如何让台湾没事嘛。这样你就要做很多事对，你就要努力去做对话交流跟大陆，然后要开始觉得什么有利于和平嘛。那你觉得民进党现在做的事是让台湾没事呢，还是让台湾有事？
民进党只有一句话，要避战只能备战啊，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套逻辑，就到最后，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搞两岸对话交流嘛，他知道这个他做不到，所以他只能够说要备战嘛。哦，那目前美国备战能够真的备战能够避战吗？备战就避战了吗？这个大小太悬殊是没有用啊。乌克兰备战了8年，还不是照样发生战争？就看你备到什么地步了。我认为没有用啊。乌克兰最后坚持要加入北约，就是会发生战争嘛。所以重点是政治矛盾你没有处理嘛。就是你备战要备到对方怕，所以如果打你的话，他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备战才有用。如果备战没有用，达不到这个目的，只是搔搔痒以外，你就备了就没有用。备战不能避战，但是要看备到什么地步，你要付出多少代价嘛？来，我看，其实这个事情展现出2个讯息啊。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军已经有能力能抵近侦察了。好，过往的话，中国大陆的海军跟美国真是不能比。可是现在中俄联合舰队到了阿留申群岛，抵近侦察是没有冲突。然后美国的媒体披露这个事情，这是其一。但我们台湾媒体因为这2天我们也关心我们的风灾，所以没有去管哈。其实新华社在8月6号有公布一个讯息，就是他们出动舰队把菲律宾的船只给驱离，位置就在我们的太平岛旁边的这个南沙群岛仁爱礁很近。那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旧船，这边真摆了20年，这个看移走。好，那问题是你看到它等于是往北往南都有动作，对不对？那有人讲说为什么？是因为这2天中国大陆的那个国内的风灾、北京淹水那事情哦，国内新闻算了少一点，所以就往外发展。所以他如果有国内新闻，不想要让民众太去注意，我们要关注我们，对不对？我们中国是很强的，其实他会往外走。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哈，其实这一直都很希望中国大陆是稳定的。如果中国大陆不稳定的话，对台动武一直是鹰派的一个选项。这个他往外走，就代表说他有这个实力。第二个说，他如果有内政问题，其实很难能够民心还没有平复的时候，他往外走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对内宣传。另外一个我不解哦，俄罗斯照理这样跟乌克兰打仗，应该是集中全力在打，每一次在这边还跟他联合舰队演习干嘛？他那个俄罗斯是这样，他整个在这边就是怎么讲，就是跟中国大陆这边哈，就库页岛这边的这个海军是完全跟无关的，他军队是分开的，他很大嘛，领土很大，所以这边一直都没有消耗任何战力移到那边去。所以换句话，他只是用局部力量在打就是的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刚在日本会见过柯文哲，也会了侯友宜啊，那现在到台湾来啊，参加这个外交部的什么凯达格兰讲座等等啊。那他们说他主要要见赖清德啦，总不能见到侯友宜，见了柯文哲都没有见赖清德哈，还要见赖清德，还要见郭台铭啊，都把你们都见了。那他今天说，他说贺主不是只有防卫力量。你们什么备战为了避战，只是备而已，不是只有防卫，要有打仗的心理准备，打杀冲哦。所以日本人来讲了，你们打仗的心理准备不够了哦。那而且呢，这个日本跟美国也应该展现为台湾而战的决心，都没有决心嘛。美国讲了半天，我说模糊政策，到时候打不打再说。那日本呢更怕啊，台湾最好没事，台湾没事，日本没事，台湾有事，日本很惨啊。所以呢，麻生太郎说，台湾人要有守护台湾的意志，而且呢要跟新的领导人合作哦。那到时候呢，该打仗就打仗啊，该防卫就防卫啊，该冲锋就冲锋。台湾的学者，这个有学者说呢，说这个麻生是为了借机跟赖清德见面了。总统也在今天见了麻生太郎，总统府说要为印太和平携手努力哦。那赖清德被问了哈，就是你是不是台独金孙了啊？这个郑弘仪问他了哈，他说我不接受，我不是哦，只有政治金童，没有台独金孙哦。怎么没有呢？人家都叫你台独金孙，这又不是。为什么没有政治？为什么没有台独金孙呢？大家都这样嘛。所以呢，既然是孙就有公啊，所以美国就是阿公啊，孙子就是赖清德啊。我们看一下。戦う覚悟です。
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それを使うという意思、明確な意思を相手に伝えて。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睽违12年访台，凯达格兰论坛上属于有台派的他再度喊话。WHO でなんで認めないんだと。台湾を参加させるべきじゃないかと。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aiwan does not take our security partners' backing for granted. While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hope for a peaceful, stable, and beneficial coexistence with our neighbors, Taiwan is always ready to defend our democracy and way of life. 而马生接下来也要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也是副总统的赖清德共进午宴，刚好这天就是88节。赖清德脸书曝光帮儿子洗澡，被儿子当马骑照片，展现父亲慈爱一面。而说到儿子，他在专访中提到，长子虽然在美国上班，但曾说要回来台湾，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也提到台湾政治只有政治金童，没有台独金孙。对于两岸议题，台湾没有要反攻大陆，只有对岸要并吞台湾，不想跟中国大陆成为敌人，可以是朋友。更拿土豆做比喻。中国大陆是马铃薯，台湾代表花生，所以两岸讲的台独是不一样的东西。赖清德两岸态度转趋温和，抢攻中间选票。来伟，我刚听了那些话，听了就改丢了哦，怎么会一下子他否认是台独金孙？他在任何场合都讲了哦，他在立法院接受备询，他这样讲哦，公开讲哦，任何场所、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我就是台独工作者，就是台独。公告那类啊，为什么现在以台独为耻？那这个标签要撕掉，为了选举啊，只有台独的票他不够，他也知道说讲这句话讲出来，其实真的深绿的人是在哭泣啊，在哭泣啊！你要给他棒散，这个理想没有了吗？就像辜宽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啊，民进党都完全执政，怎么没有进一步制宪？港管理署第二个，他讲政治金童，我们差几年？政治金童以前是谁？赵少康啊，政治金童啊，还有一个陈水扁，政治金童啊，就那时候了哈，那时候政治金童啊，怎么会现在跑来他是政治金童哦？我还不知道他是政治金童。就这样，你不觉得他年纪也许不大了哈？可是他那个古板的样子，这个样子是金童，我就觉得也很奇怪。不过重点我要提一下哈，刚才沈大佬讲的话，我稍微的我有点不同看法。你要想说哇，台湾的家两大集团来对弄核心利益，所以台湾真安全，台湾很安全，谁做得到？马英九做得到啊！他在任内8年，台湾海峡是最和平的地方，都没有一点的烟硝味。中华民国主权有没有退让？一点都没有退让。马英九做得到，蔡英文执政7年多来，真的兵凶战危，难道没有吗？最近。军宪警人数从5000多人到1万人倍增，然后民防这样子，我给招团民防大概弄的混练工要怎么样上战场怎么进行巷战？那些你最后看到那些年纪都很大也要准备巷战，都这个样子，要全面戒备。麻生太郎，我就觉得老实讲，他能够来，这是外交突破，很好。可是他讲的话，你不觉得？我就觉得似曾相见，以前听过。谁呢？安倍当过首相，麻生太郎当过首相。当首相的时候，那我们看公这哦，都不敢讲这些哦。首相不当了后，我多下呢，鹰派出来了，台湾爱整了，爱整了，爱整了。奇怪，为什么台湾在打仗？然后侯友宜讲的多好啊，台湾安全，日本安心啊。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全世界都安心啊。你看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台湾是台湾海峡最和平。那时候免签国家164个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破他的记录，看看他怎么做嘛。所以侯友宜提出就跟着马英九路线走，不统不独不武。这个话老实讲虽然是以前讲过的，但是你想想很有心力啊，也不要一直要大概不干就跟定位。现在没有兵凶战危吗？现在当然兵凶战危。最近我碰到一个医生啊，他说做一个
非正式的一个调查，年轻人25岁以下的，他问了100个人，只有3个人说绝对上战场了，其他人呢都说，才会来找啊，可以的话我就要出国了。大概都往那里假战争啊！我比较好奇，那个后备军人民防现在都在演习啊，可是演习就在上这个课，上说如果打仗的时候你要躲哪里干什么的。因为年轻人现在都不参加这个，都年纪比较大的人。对，那怎么打来？到时候中队长都是你找不到人，他规定说一定要下来，年轻人不接啊，像你这个样子啊。蓝英秀。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在国际的关注度非常高。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当然台湾的半导体的成就让国际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地缘政治上的危险。从来没有一次台湾的总统选举受到这么多国家的关注，特别是侯友宜到日本也好哦，这一次日本关注，过去关注可能会谈谈经济啊、科技啊、交流啊、文化，但是这一次第一个考试的题目，大家关注的都是问侯友宜说，你对于未来东亚的地缘的关系，或者是两岸的态度，它到底是什么？哦，那我相信这次包括麻生来台湾，我相信他要的也是相同的答案，因为包括在印太战略里面也好，包括在四方安全对话也好，日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地位的国家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整体的关注度，在这一次总统选举上，我觉得日本的关注是理所当然，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赖清德长期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其实不止日本美国其实还有很多的问号。其他国家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表现，包括他接下来到美国的出访，他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他当然他会想脱掉台独金孙的这个标签，但是台独金孙这个标签当时是谁给的？标签那是2019年的时候，他跟蔡英文在初选的时候，英系的人给他戴上的。所以如何要脱掉台独金孙，说他自己说是误读的台独工作者之外，民进党内部对他说的台独金孙，恐怕民进党内部还要很多的沟通跟协调。不管是台独金孙也好，台独怎么务实不务实，管他那个不重要了，重要就是台独工作者，你自己跳的啊，不是人家给你封的啊，是他自己跳的。他当时跳一定有他的政治利益嘛，所以他当时要嘛。那现在觉得这个可能没有政治利益，就赶快拖嘛。没有人给你搞，是你自己搞的嘛。来，婉慧。我觉得就像刚刚燕秀讲的哦，过去我们跟日本这边在做一些外交上面的交流，其实谈的比较多，可能是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个交流。那最近呢，其实我想不止日本哦，很多国家，包含欧盟这边也来了蛮多国家到立法院这边来做一些交流。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都是两岸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目前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哦？包含之前在上个礼拜，就日本维新会这边也到台湾来，跟民众党这边也做了一些交流。他们席间每一位参众议员讨论的问的问题，都是我们对与对岸的一个关系，跟你身为一个，因为他是跟柯文哲一个对谈，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展现，就是说你有能力让两岸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状况哈。那刚刚回来讲，就是说这个赖清德，我觉得他是完全很难信赖，他那个赖是 LIE 那个赖这样子。过去我想大家讨论他的这个台独金孙真的非常多，我们还是把它做表，把他这几年历年的两岸立场，我来念一下给大家听，他是反反复复的哈。这样的一位这个总统候选人真的很不值得信任。2017年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到2020年的时候，他在助选的时候强调未来国会需要抗中保台的一个立委。到今年开始，他自己要选，他变成台湾没有统独的问题，台海够宽，可容许台湾跟中国共存。然后到这个最近，他开始讲应该要维持两岸的一个现状。所以呢，他自己本人的这个有关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都是反复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总统候选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民众的一个支持。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就像麻生哦，你是个日本人。对前首相，你跑到台湾来讲说你们要打仗打到底，有这个决心，你是用什么身份来呢？凭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呢？对不对？包括以前安倍过世又不讲了，什么欧布莱特，这是怎么到台湾就是讲说你们每个人一把枪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台湾人自己不会决定自己要怎么样，需要你们来这边指指点点，不是很奇怪吗？老沈，我觉得60年前台湾地位风雨飘摇的时候，能够被封为台独金孙是何其光荣的一件事。60年以后，台湾的地位相对稳定现在大家要把台独金孙这名字避之唯恐不及。
这个对关心台湾未来、台湾的独立，或者是台湾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人，如果你思考这个过程啊，其实你心中会有何等的感触？那讲到麻生，我跟你讲啊，人家讲台湾无事，日本无事，全世界就没事啊，你偏偏要来惹事，就干你屁事，对不对？哦啊，你来刚出几个嘴啊，讲台湾怎不要紧？你说不能只有防卫，要出手，要能打。我觉得真正要没事啊，不是要能打，就是要让对方没有出手，我们不必打，这样才对啊。那你麻生慷人家的慨啊，讲这种大话，我劝你啊，回国以前的路上啊，先去琉球走一趟啊，问问冲绳的知识，说你们希望不希望台湾有事？不拉古拿讲的啊，我们琉球不要，因为琉球在2次大战的最后末期是血淋淋的焦土作战，非常痛苦的。不要讲琉球了，你日本本岛也一样啊，2颗原子弹，你现在都忘掉了。我一讲，当免战的免战，你唔通来到台湾哦，人家人搞啊，公安修什么要紧？我觉得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的未来的领导人，4位总统候选人都要给他讲。你唔好大声，你大声，我们人民是听不进去的。休息一下再回来。